新房装修完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购买家具、家电了。不可否认，在家电的选择上，往往是越大越好用。比如大尺寸电视、大容量冰箱、大套数的洗碗机等等。虽说在价格方面也许会略贵一点，但后期带来的使用体验感却完全不同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对于选择家具却不是越大越好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种家具，建议你买小一号的，反而会更实用。1. 卧室床。大床任我滚，睡着自然舒适。但我劝你，对于卧室床切勿盲目贪大。要知道，现如今的户型设计基本上都是厅大卧室小，甚至有些160平方米的大户型，客卧、次卧的面积也仅仅在15平方米左右。如果咱们一上来就选择个 1.8 米或2米以上的大床，那么后期的衣柜、书桌、床头柜就很难布局，即使勉强摆放下，过道也会变得很拥挤，房子住着也会很憋屈。网友兔语，太尴尬了，次卧床买大了怎么办？放下床之后，次卧满满当当的，现在衣柜门都打不开了，电脑桌更是放不下，人也不好走。网友黄一万2，糟糕，床买大了，房间目前只能放下这一张床，床头柜也没办法放了。没办法，为了方便走路，只能干脆靠墙，起码衣柜这侧能留宽一点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次卧或小卧房，即使 1.8 米的床能放得下，我也建议选择 1.5 米的。这样不管是床头两侧还是床尾过道，走路都非常方便。强行买 1.8 米以上的大床，会让房间变得很小很拥挤，住着也压抑。2. 床头柜。和床同理的还有卧室床头柜。过去装修，床头柜几乎是卧室的标配，床头两侧左右各放置一个。但其实床头柜的作用很单一，无非是为了装饰和收纳小物件，即使不摆放或是只摆放一个，也并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。但如果买大了，或者强行摆放2个，就会导致出现和衣柜柜门打架打不开的情况。网友导弹菠萝，天啊，柜门被床头柜挡住了，怎么办？量尺的时候失误了，没注意床头柜的边框还长了一丢丢，结果柜门打不开了。小东建议，对于卧室小的家庭，如果有床头柜的需求，建议用小推车或方便移动的小边机代替，既满足功能，又可以解决与衣柜门冲突的问题。3. 沙发。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，所以总有一波人会盲目的认为沙发要足够大，才让家里显得够气派。有些博主家光是沙发就占了客厅面积的2/3，真是夸张。放眼望过去，全是沙发，看着就很压抑，让人喘不上气来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大沙发布局，可供孩子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了，除了显客厅拥挤，日后的卫生难打扫以外，没一点好处。网友潇潇雨洁，我家沙发买大了，就这样勉强用了几个月，现在越看越觉得累赘。这几天狠心把单独一个舍弃了，空间感立马就有了。网友萝卜盾，后悔沙发买大了，几乎占满了整个客厅，定制的还退不了，运费成本太高了，只能勉强安慰自己，半躺着确实舒服，找一点心理平衡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沙发的选择，尺寸上尽量不要超过客厅面积的1/3，长度建议取背景墙的2/3左右，或者减去1至1.2米最佳。两侧预留一些空间，不仅活动方便，还可以用来摆放落地灯、绿植作为装饰，来提升客厅的颜值。4. 客厅茶几。除非你在家里经常待客，或者平时好喝茶，对茶几有执念，否则客厅茶几要么干脆不买，要买也要买小一号的。客厅摆放个大茶几，就给你个堆放杂物的理由，什么零食、饮料、喝水杯、玩具、杂志、小剪刀，各种杂物都随意的丢在上面，除了占用空间，显家里乱，没任何好处。此外，对于有小孩子的家庭，小朋友的活动空间也不足了，平时在客厅玩耍还容易造成磕碰，所以茶几尺寸太大，不仅不实用，还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网友搬砖头的女汉子，听劝，茶几千万别买大的，看看我家情况就知道了，为什么总是这么乱，每次收拾完保持不了2天。网友阿灵记，家里有了娃之后，客厅就变成了他的活动场所，越来越觉得以前买的大茶几好鸡肋，上面全是小孩的玩具、书本，每天都是乱糟糟的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准备断舍离，直接丢掉了。小东建议，对于客厅的茶几，如果实在有需求，建议选择小圆机或小方桌，既能代替大茶几功能，又不占地方。如果是有宝宝的家庭，可以选择在沙发旁摆放边机，或者是可移动的收纳小推车，用来收纳水杯、纸巾盒、遥控器，尽量让沙发前留出足够的空间，供小孩子玩耍活动。5. 餐厅餐桌。很多人在选择餐桌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往大尺寸上买，
心里想着平时不仅能当书桌用，就是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也能坐下更多客人。我承认大餐桌确实有一定的优势，但餐桌尺寸也不能一味追求大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，才更适合使用。否则餐桌一旦买大了，就会把餐厅空间塞满满的，既影响行走动线，也会显得过于拥挤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网友爱的天真不信谢，买餐桌之前没做功课，买了 1.8 乘以 0.9 的尺寸，想着大餐桌好用，结果到货放家里才发现真的好突兀，退货成本太高了，只能先用用看。网友艾特冰镇柠檬丸，姐妹们，买餐桌千万别贪大，比如我家客餐厅面积比较小，本来放个 1.4 米的餐桌正适合，结果我嫌小，非要换个 1.6 米的，结果靠墙走路时还得侧身才能经过，退也不现实，只能将就用，太憋屈了。小东建议，如果餐厅大，家庭人口多，建议选择圆形餐桌更适合。对于方形餐桌，如果是3口之家，其实选择 1.4 米的足够用了。但是不管选择哪种餐桌，都要记得给餐椅预留60公分的活动距离。当然，如果餐桌两侧还需要过人的话，至少还要再加20至30公分，这样空间才更舒适。总之，对于以上5种家具，真不是越大越好。一句话总结，选择合适自己的更重要。现代人装修比较看重客厅和卧室，觉得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，卧室则是主人的私密空间。而老一辈装修更讲究金厨银卫，因为这2个地方日常使用频率高，反而比客厅和卧室更加至关重要，马虎不得。因此，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关于厨房装修的一些良心建议。若在装修，厨房一定坚持7不装，不是怕多花钱，关键是真难用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，耐心看完，让你的装修少留遗憾。1. 厨房不装凉坝。夏天的厨房室内温度最高时可达到30-40度，在里边做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，一顿饭下来汗流浃背。很多人想降低室温，会选择安装厨房凉坝，但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安装在头顶上的一个电风扇，功能很鸡肋，并不会像空调一样有制冷的效果。比如厨房油烟的热空气上升到顶上，然后又给凉坝吹回来。总之，凉坝名字很霸气，但效果一点不凉。改进建议：厨房想要真正降低温度，目前只有厨房专用空调能做到一步到位。这个设备除了价格贵，没其他毛病。如果预算有限，我只能说夏天很短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2. 不装双槽洗菜盆。对于厨房到底安装单槽还是双槽这个问题一直很有争议。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干净卫生，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。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家庭，选择大单槽更适合，因为双水槽一般都比较小，比较大的锅具没办法放进去，就会导致使用时洗锅水到处溅。如果选择大尺寸的双水槽，又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的空间。改进建议：厨房选择大单槽，搭配个沥水篮，同样可以兼具双槽一边洗碗一边洗菜的功能。另外，对于安装方式，更推荐做台下盆安装方式，不用再担心台上盆打胶处发霉问题，而且台面积水一擦即可，卫生也更方便打理。3. 不装烤漆或肤感膜柜门。这2种材质的柜门虽说质感好，看起来更有档次，但是都有致命缺点，比如烤漆门就是容易磕碰，不耐划痕，而且如果你家厨房光照强，时间长了还会发生不均匀的褪色，严重拉低颜值。肤感膜柜门的缺点就是极其不耐脏，厨房是油烟的重灾区，这类材质一旦碰到油污和水渍，很容易留下印子，而且还难处理。改进建议：小东更建议大家选择双饰面材质做厨房柜门，价格便宜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这类材质颜色款式选择多样，而且耐光照、易打理，性价比最高。如果追求档次，可以选择高光或哑光的 PET 材质，同样具备烤漆的质感，而且耐用性也更好。4. 不装调味拉篮。调味拉篮似乎成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标配，乍一看，每次炒菜时各种调料一次排开好像很方便，但是真正用过才知道，实际上每次到最后还是会顺手把它们放在台面上，实属鸡肋。而且这种多功能拉篮对于地柜的承重也是个考验，时间一久很容易出现脱轨和抽拉卡顿等问题。改进建议：经济条件允许，建议把地柜多做抽屉，收纳能力比调味拉篮好，关键是价格还比它便宜。如果预算一般，不如直接做隔板，都比安装鸡肋不实用的调味拉篮强。5. 吊柜不装上翻式或玻璃门。当初想着吊柜做平开门太普通，没什么特点，
于是设计了上翻式吊柜，为了突出效果，把普通门还特意换成玻璃门，里边加装了氛围装饰灯，为此多了1000多块钱。刚安装完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但真正用上才发现完全是多花钱给自己找罪受。首先就是这种门翻上去容易，再想翻下来就比较困难，平时拿取个东西很不方便。另外，玻璃门不但不好打理，而且因为玻璃是透明的，里边一旦摆太多东西，看起来就会很乱。改进建议：厨房的橱柜设计一定是实用性大于颜值，不要为了好看的效果而忽略了日后的使用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柜门还是选择普通的平开门更实用。6. 不装仿古砖或小规格瓷砖。做过装修的过来人告诉你，厨房一定不要装仿古砖，虽然花色好看，防滑性也好，但是仿古砖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藏污纳垢，一旦滴上油污和水渍，卫生很难清理。另外，很多人家里厨房小，为了追求效果，会选择小规格瓷砖。咱先抛开人工费多，后期美缝费用高不说，最主要的是小规格瓷砖缝隙多，后期一定是油污重灾区。改进建议：厨房是油污的重灾区，务必要考虑日常卫生清洁问题。对于瓷砖，首选釉面砖，抗污好打理。地砖更建议选择客餐瓷砖，通铺到厨房，视觉效果更美观大气。墙面建议选择300×600尺寸，横铺效果最佳。另外，想节约省钱，为橱柜遮挡部分可以用花砖或隐形砖代替。7. 不装大理石或不锈钢台面。天然石材大理石虽说纹理自然，装饰效果更好，但致命缺点是天然石有孔，容易渗色，而且很难清洁。另外，大理石硬度低，韧性较差，会开裂，搞不好你哪天剁个排骨，骨头没断，台面可能碎了。不锈钢材质虽然防水、防潮、不沾油污，但是特别容易出现划痕。平时切菜或剁个肉馅磕碰出坑，几乎不可恢复。一旦台面花了，颜值也就不复存在了。改进建议：对于厨房台面性价比最高的还是人造石英石，有益清洁、不渗色的特点，平时也不需要特别保养，而且价格也适中。如果实在追求装饰效果，可以选择岩板。可以说，岩板是哑光大理石的最佳平价代替品，但要谨防一些陶瓷大板冒充。结语：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，所以说装修中厨房才是最值得用心投入的地方。一个好的厨房不单单是好看，关键是还得好用。装修细节的好坏，往往也直接影响着入住后的生活品质。随着大众审美的提高，一些新式装修设计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家装行业，其中不少产品凭借超高的颜值，吸引了广大装修业主的眼球。但是随着市场热度的退去，以及时间的推移，一些曾经爆火的设计，如今早已跌下了神坛，甚至因为问题频发而沦为了笑柄。这一期小东就为大家盘点5个装修设计的典型案例，看谁还敢乱跟风。1. 悬空电视柜。所谓的悬空电视柜，其实就是把传统电视柜挂在墙面上，兼顾了美观和收纳2个功能的同时，还杜绝了地面上的卫生死角。这种独特的设计方式一经推出，就成为很多家庭装修电视墙的首选。但是很多人做悬空电视柜之前都忽略了它的承重性，导致入住后各种问题频发，要么电视柜下坠变形，要么就是墙体裂缝，后悔不已。网友于小鱼入住不到3个月，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悬空电视柜翻车了。现在想想，估计是电视柜受力面又窄又长，单面墙体承重性差，掉落真的是迟早的事。网友娟儿姐前几天突然发现电视柜和墙之间的缝隙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仔细一看，我去，电视柜低头了。我发誓，只放了个电视而已，就这么点重量都承受不住。哎，这么说吧，悬空电视柜虽然高级，但却要牺牲安全性，显然非常不值得，所以最终沦为笑柄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2. 超大落地窗。一整面的大玻璃落地窗确实很抓人眼球，在前些年里可谓是销售火爆。凭借高颜值、视野通透、可无死角的欣赏窗外风景等自身优势，一度成为高端装修的代名词，也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。但说实话，没火几年就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当初跟风效仿的家庭也开始纷纷后悔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虽说安装超大落地窗的综合成本高，但这还不是最终促使它跌下神坛的根本原因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太差。要知道，玻璃面越大，抗风压的能力越差，自爆的风险越高。网友布鲁，我家的大玻璃落地窗美炸了。凌晨2点15分，大玻璃突然的自爆了，太吓人了。原来不只是夏天会爆啊，
还有就是无法逃避的通风问题，因为结构原因导致不便于开窗。网友艾特大胡子，大落地窗阳光充足，但通风效果非常差。不到20度的天气，客厅也是异常闷热，待在家里只能开空调。事实证明，很多人花重金打造的超大落地窗，不仅通风差，还有自爆的安全隐患，所以最终沦为笑柄，也在情理之中。3. 一门到顶衣柜。衣柜的一门到顶设计确实颜值高，显大气，但这种超长柜门有一个天生的缺陷，就是柜门容易变形。很多商家为了追求更高利益，哄骗消费者说只要加钱装柜门拉直器就不会变形，但经过多年的市场验证发现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。换句话说，不管加不加拉直器，柜门都会变形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网友艾特赵小年没等入住呢，就发现柜门门板都弯了，装了拉直器也没什么用，或者说没有拉直器变形的更严重。切记，真的不要装一门到顶。此外，还有柜门变形、关不严的问题。网友艾特等凌晨的日出，长通风会导致柜门变形吗？我家的衣柜关不上门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还有，做一门到顶整体造价也贵得离谱，柜子自身价格就高出不少不说，还有做墙、地、顶超平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，基本施工费用自然翻倍。这些综合原因也导致它沦为笑柄，最终被大众所抛弃了。4. 厨房吊轨门。所谓的吊轨推拉门其实就是传统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其特点就是轨道在推拉门的上方，因此看上去更加美观，地面也显通透，无畏生死角。不可否认，吊轨推拉门确实颜值高，但始终逃不掉的就是承重性差的天然属性，用久了推拉门卡顿、下坠、关不严的情况比比皆是。网友艾特我叫爱迪生，听劝别装吊轨推拉门，窗户一开风呼呼的，真的是超晃，看着都危险。吊轨门就靠一个不到2公分的定位轮支撑，它也是有心无力啊。网友艾特赵宇轩，小孩子不要拉我，大人拉我也得轻点，我是好看不中用的，谁叫我自身重量那么沉的。还有，安装过吊轨门的人都知道，为啥地上、梁上打的全是眼，不就是为了加固吗？目的不就是担心后期容易掉吗？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吊轨门后，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也来了，极简轨道只有1厘米，不会藏污纳垢，稳固性还高。那么吊轨门被市场淘汰，沦为笑柄也不冤。5. 岩板一体盆。说真的，卫生间的岩板一体盆这个网红设计真的是坑了很多人。然而现在还有无数装修小白在盲目跟风效仿。我承认岩板一体盆确实高级好看，颜值出众，但入住后你就会发现，它不仅仅是藏污纳垢、卫生不好清洁的问题，关键问题是它的盆底真的会掉。现在还掉的，只能说明你运气好，时候还没到。网友艾特迪迪的家真的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正睡午觉呢，突然掉下来了，给我吓一大跳。这么重的台盆，盆底竟然是用胶粘的，别相信什么一体盆、台下盆，快避雷吧。网友艾特国庆麻岩板盆虽然好看，但是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去刷，这是我家装修踩坑之一。积水会发黄，盆底因为是直角边，想彻底清洗干净根本做不到。此外，岩板一体盆还存在台盆浅、下水慢、易溅水等实打实的缺陷，这些都注定了它无法代替性能更加成熟的陶瓷一体盆，最终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。老百姓装修花的都是真金白银，装修时多花钱不可怕，毕竟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装修效果也能大大的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。但是最怕的是遇到一些不良商家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，打着所谓专业人士的幌子，诱导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这也导致很多不懂装修的小白白白花了冤枉钱，入住后的生活一塌糊涂。本期内容，小东就给大家分享7个并不实用的装修设计，都是过来人总结的经验教训。希望看完这些错误的装修案例，能帮助你在装修的路上少踩坑。1. 木地板通铺。如果遇到卖地板的商家，他一般会建议你通铺木地板，通常会说，你看地板的质感和脚感都比瓷砖好，而且户型小通铺地板也显温馨。不可否认，他说的这些都是木地板的优点，但是没人告诉你，木材都有湿胀干缩的特性，尤其是木地板，受环境温湿度变化影响，将来可能会出现起鼓、开裂、缩水、变形等诸多问题。就问你这些能不能忍受？所以通铺木地板一定要充分考虑室内环境，比如南方比较潮湿的地区和北方有地暖的家庭，在我看来都不是很适合。如果对木地板有执念，可以考虑卧室铺木地板，客厅选择瓷砖也是个不错的方案。2. 选科技布沙发。
当你去买沙发预算不高，销售人员会给你推荐科技布材质的沙发，告诉你它有真皮的质感，布艺的价格，而且具有3防的优点，防水、防污、防油。但是销售不会跟你讲的是所谓的3防，其实只是涤纶布料上的涂层而已，它随着时间会老化掉皮的，具体是3个月还是2、3年，那一切就看造化了。而且实际上市面上的高端科技布沙发价格并不比真皮沙发便宜，档次和质感却不如真皮沙发。低端的科技布沙发价格基本和布艺沙发持平，但舒适性和透气性都不如布艺沙发。所以科技布沙发根本就是智商税，不想家里沙发用几年就掉皮掉渣的话，尽量远离科技布沙发。3、卫生间用木门。你去买室内门的时候，商家会建议你卫生间也用木门，告诉你说和卧室门保持统一，效果更好看。其实目的无非是想多销售2扇门罢了。你要是盲目跟风装木门，很容易踩坑。要知道木材就怕潮气侵蚀，卫生间的水汽就是木门最大的天敌，时间久了受潮发霉，开边起皮是必然的结果。当然，卫生间也不是不能装木门，前提是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。首先，卫生间是带窗的明卫，保证通风效果好。第二，必须做了干湿分离，在干区装木门。第三，淋浴区做预防隔断，并且最好距离木门 1.5 米以上，否则的话，还是老老实实选个泰美合金门，颜值也不错，关键是不怕水汽，更经久耐用。4、安装壁挂马桶。装修卫生间时，不管是你家改水电的师傅，还是卖卫浴的商家，都会告诉你说壁挂马桶好，宣空更美观，无卫生死角，也好打理卫生。但是说的都是优点，如果你只听这些就往家里搬，入住后就等着后悔吧。首先，安装壁挂马桶要突出墙面20公分，不仅不节省空间，反而更占用空间。其次，市面上的墙排马桶没有虹吸式，基本都是直排式，不仅费水，还冲不干净。另外，一旦水箱坏了，不好维修。而且，壁挂马桶款式少，价格高，这些缺点没人告诉你。壁挂马桶一般只有在马桶位置移位过长的情况下，为了解决排水的坡度不够，需要马桶直接连接主下水管的情况下，才建议使用墙排马桶。不要为了悬空不落地，好打理卫生就去冲动的安装壁挂马桶，与其花4、5千去当冤大头，还不如买个同价位的智能马桶更好用。5、卫生间用长条地漏。接着卫生间来讲，我们要购买地漏时，商家会给你推荐长条地漏，推销话术无非是颜值高，下水速度更快。我劝你别信，其实就是商家想给你推销贵的产品罢了。首先，长条地漏它的排水口也只有一个，所以排水速度根本和普通地漏都是一样的。其次，长条地漏虽然好看，但是清理真的是很麻烦，特别是嵌入砖的部分，容易藏污纳垢，时间长了不清理，反臭味不说，还会滋生小飞虫。就想问问你，每天都要花时间去清理地漏，还要多花几百块钱，就是为了一个颜值买单，值不值得？普通地漏经济实惠，还好打理，何必去花那冤枉钱？6、全屋硅藻泥。有些卖墙面涂料的商家为了销售硅藻泥，打着硅藻泥可以除甲醛的宣传噱头，忽悠业主。有人生怕装修不环保，影响了孩子的健康，于是花了1、2万去做全屋硅藻泥的，就是妥妥的交了智商税。事实上，硅藻泥涂料它的主要成分是硅藻土，确实可以吸附室内少量游离的甲醛，但它只有吸附能力，并不能分解甲醛。说白了，它也只是甲醛的搬运工，吸附饱和后还会释放，类似于活性炭。但是硅藻泥价格贵，出现磕碰掉粉、开裂都无法修复，是真的。其实，无论是刷乳胶漆还是铺装壁布，通过在墙顶面上大面积的延展之后，就会挥发的特别快，像甲醛等等有害物质，在开窗通风下，基本上用不了1个月就能挥发干净。7、选激光电视。买电视给你推销激光电视，说是护眼，我劝你别当冤大头。激光电视就是智商税，它其实就是前几年液晶电视屏幕尺寸还没有做大，价格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推出来的过渡品。激光电视的厂商实在没什么可吹嘘的，就拿护眼来做卖点。所谓的蓝光护眼就是个伪命题，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电视的亮度和对比度不够，会增加视觉疲劳，这个才最伤眼。电视产品最重要的清晰度、色彩、亮度，激光电视一样都不占。要说价格便宜点也能接受，但是你看现在市面上80寸的激光电视还卖1万多，而85寸的液晶电视也就5、6千，价格只要一半。关键是液晶电视无论是画质、亮度、色彩度都比它强太多。
你要问激光电视价格贵，画质差，为啥销售员还给你推荐？我只能说懂的都懂。说在最后，装修不要盲目的跟风和效仿，做任何装修决定前要充分考虑它的实用性，尤其是在别人给你推销产品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，权衡利弊再做决定，因为掏钱的是你，踩坑了，遭罪的也是你。要说断舍离，一次性丢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物品，把家里还原成极简生活的状态，这种高境界普通家庭根本做不到，因为国人在骨子里就对勤俭节约有着很高的忠诚度，所以即使很多物品根本用不到，也不舍得扔，不愿意丢，但无休止的囤积一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，注定会成为精致生活的绊脚石，到头来只会让家里变得乱糟糟，最终连收纳也成了问题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，给大家总结出7件断舍离之后不会再囤的东西，个个都是中国式家庭的通病，看看你家有没有。1. 超市购物的赠品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商家真够精明，把人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拿捏得死死的。就比如说，每次陪老婆去逛超市，他都会被捆绑销售的一些赠品所吸引，什么买饮料附赠的杯子，买方便面附赠的盘子，结果原本计划在购物清单上的物品一样没买，反倒是带了一堆看似实惠实则无用的赠品回家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用上的锅碗瓢盆就成为了家中的累赘，丢在橱柜的角落里，吃灰又占地方。小东建议，所谓的赠品其实就是超市促销的一种手段，千万不要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理，建议趁早断舍离，把家里的收纳空间留给精致且实用的家居物品上。2. 外卖剩下的一次性餐具。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不做饭，很多中老年家庭也不喜欢做饭，毕竟比起亲自买菜做饭还要洗碗，点外卖确实方便省事。我家也是如此，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，近年来也经常在家点外卖。每次看到商家附赠的一次性餐具没有开封，本着节约的心态就随手丢进抽屉里，想着下次也许会用得到，但现实情况却是这些一次性餐具日后很少会用到，毕竟家里都会有餐具和碗筷，结果就是囤积的越来越多，不仅浪费了收纳空间，还给做家务增加了很大负担。小东建议，要么点外卖时选择不要餐具，要么就及时断舍离，别再囤了，特别是那种廉价的，放久了再用，不卫生不说，还会危害健康。3. 洗不干净的抹布、洗碗布。厨房里的抹布、洗碗布用久了就应该及时换掉，别再囤了。抹布也好，洗碗布也罢，都是日常的消耗品，再好的材质，用久了也会影响吸水性、柔韧度，清洁效率也会随之下降。此外，高频使用的旧抹布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菌。但我发现很多人家里的抹布已经用到发旧破损了，甚至都能闻到发霉的味道了，还不舍得扔，真的不能理解。如果为了节省节约省到影响健康的程度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小东建议，虽说频繁更换会有成本负担，但对于常用的抹布、洗碗布，建议至少2-3个月也要换一次，毕竟干净卫生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生活。4. 有缺口碗碟。相信家里碗碟有缺口了还在凑合着用的家庭并不在少数，特别是老一辈的家里基本都有这种情况，毕竟老年人都比较节约，觉得碗碟缺口了也不影响使用，丢掉怪可惜的。但事实上，因为使用有缺口的碗碟造成割伤身体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。就在前不久去我同事家聚餐期间，没注意用了一个磕了一点点的盘子，结果洗碗时直接裂成2半，瞬间手指就被割了一条口子，血流不止。小东建议，所以奉劝大家，碗碟有缺口就别再用了，毕竟不美观，容易被割伤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缺点。而且碗碟有缺口也不够圆满，还有失财漏富的说法。5. 厨房小家电。经常喜欢上网冲浪的朋友会发现，在一些二手转让平台，出镜率最高的就是厨房里的各种小家电，什么空气炸锅、早餐机、豆浆机、榨汁机、煮蛋器、电饼铛等等，琳琅满目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过一个想成为厨神的心，谁还没买过几个呢？但事实上，对于上班族来讲，每天早上都忙得鸡飞狗跳，哪有空闲时间做早饭？即使等到周末休息，也只想好好补个觉。所以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家电能用到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添置一台蒸烤箱或是微波炉，基本就能覆盖日常需求了。小厨电越囤越多，不仅用不上，白花钱，还要专门收纳，花精力去整理，图个啥呢？6. 用不上的数据线。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在的电子产品也是越来越多，随之而来的是商家附赠的各种数据线。很多人的习惯是，即使换了手机，升级了平板电脑，但配套的数据线却不舍得扔掉，生怕以后有用到的时候找不到。结果就是1-2年下来，囤积了一大堆看似有用，实则根本用不到的各种多余的数据线。但说实话，现在的电子产品基本上接口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数据线都是通用了，根本没必要囤那么多，保留1-2根质量好的，完全够用。小东建议，现在的电子产品要么是安卓口线，要么是苹果线，其实共用一个就够了。特别是那些质量差的，充电时灵时不灵的，劝你赶紧扔掉，用着堵心不说，还有安全隐患。7. 养花剩下的花盆。都说人养花，花也养人。好看的绿植盆栽不仅能提高家居氛围感，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，所以现在也非常流行在家中养一些花卉盆栽。但说实话，养花种草也是一门学问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花养活。就比如我妹家，前段时间就痴迷上了养多肉，大大小小的品种搞了几十盆，结果没到半年就死得所剩无几了。花虽然养死了，但花盆却不舍得扔，堆在阳台上到处都是。很显然，这些闲置无用的花盆留下来也是一点价值没有，只会让家里的环境变得脏乱差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已经决定以后不再养花了，就要及时处理掉。真的觉得直接扔掉可惜，不如送给身边有需要的亲人朋友，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价值。其实断舍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。以上这7件东西，个个是贫穷家庭的通病，是我发誓断舍离之后不再囤积的物品。